哈哈，恭喜主公，贺喜主公！哎，坐下聊天儿，多开心呐啊！马瘦毛长，蹄子肥，儿子偷爹不算贼。虾大爷娶个虾大奶奶，老两口过了多半辈儿，谁也没看见谁耶。马瘦毛长，蹄子胖，这不会了吧？马瘦毛长，蹄子大，这会吗？马瘦毛长，蹄子绿，哎，踩油漆里边了。哎呀，你们这个专业技能储备量很足啊，真没想到的事情。以后你们要有好的定场诗，你们也告诉我啊。哎。下次录像之前，就进这门，各位每人先背10个。会10个呢就进来，不会呢就回家上课去。我觉得这是一好办法啊。要不人家都说听书啊、听相声啊对身体好呢，确实是，开心呢。有没有好开心？有。你们就拿我开心呢，挺好。好的演员那是跟大夫是一样，他能解心宽。哎，心里无论多别扭，你坐这儿，好，我汤一挤着你，你哭去吧，是吧？你就把刚才那个别扭就忘了，你就光恨我一个人。你可别说这个郭德纲说的啊，有病不用吃药啊，光听相声听书那可治不了啊。这个玩意儿，我要耽误您各位，我这岁数可大了啊！有病得看病，别跟那个于谦老师他们原来单位那大夫似的啊！对啊，这应该让于老师给你们讲，他说的真着，因为他认识，我是听他念叨的。于谦老师原来不在曲艺团嘛，曲艺团那个年头，像这种单位都是有医务室的，会有一个大夫。当然，这个大夫也不是说医术多高明吧，输个液啊，打个针呐，头疼脑热的，吃点小药，就这个水平还是有的。于老师给我们介绍，就是当年团里边，他小时候啊，他们团里边有一大夫姓贾，贾大夫，真姓贾，你说这哪说理去啊？说这大夫原来是兽医，咱也不知是因为什么，他是这么说的啊。看那状态也不像编的，不是设计的，就是真的。原来有一个兽医贾大夫，也不知是怎么3刀5刀吧，上曲艺团当大夫去了。这于老师说的真事儿，说有受害者，我们有一个相声老前辈，我们的相声艺术家罗荣寿先生，罗先生就好几次都犯在这个贾大夫手里边了。我想想好几件事，有的我都忘了。于老师要坐后台一说，这能说一晚上。说贾大夫治病啊，有一回好像是罗先生是长了一个疖子，是长一个疙瘩呀，好像是在脸上不在哪儿。去了之后，人家这贾大夫这真敢来，当时拿刀这就开始给你挖，多大胆子呀就咔咔咔咔弄完之后还特意告诉你，好像说话有口音啊。这个我给你弄完了啊。好，谢谢贾大夫。有什么注意事项吗？也没有什么注意事项，你这个得上医院看去啊。你受得了受不了？好家伙，又动剪子又动刀子，咔嚓咔嚓在脸上炫半天，告诉你上医院吧。我那天我再问于老师，问明白了，我再跟你们讲啊。就这事儿多了去了。因为这不是我亲眼得见，我是听谦儿哥念叨的啊，所以各位要是有不舒服的地儿，告诉我，我找贾大夫给你们治病啊。那个有病呢就得治病，没病呢就听书吧听完书心情愉快，哈哈一乐，挺开心。三国这种书很难让人乐，你要非加点外插花的东西，鼓捣着非让观众不乐强乐也就没意思了。非得是在故事里边让您觉得还得有意思，所以说这个就不容易我努力你们各位还是得上医院。
接演《三国演义》。《三国演义》已经很热闹了啊，在原文上来说，说了没多少，大概说了这么几篇吧。这几篇呢，我也说了20来回了。你们再忍一忍，我就算说完了啊，我就把这个头1年的活算是干完了。1年52期呀，因为是52个礼拜嘛，1个礼拜1期，啊，很快。你们也别想着这后边听多热闹，那都是第2部、第3部、第300部、第500部的时候，啊，咱们说到哪儿算哪儿，无关紧要的章节呢，我也尽量跳过去，咱不耽误功夫。这个说到了董卓要当皇上了，这个玩意儿它是个天命问题啊。为什么说轮着你坐江山呢？它必有道理。但是呢，董卓不考虑这些个。他认为是应该的，这就没有办法。好多事情考虑不周到，比如说，董卓这一次由打梅屋到长安来，他竟然没发现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，他没看见。李儒。提董卓必须得说李儒，那是他头号的军师，大谋士，这些个事情，这些个主意。都是人家李儒给出的呀，但这次打回来，啊，到了长安了，文武群臣都接他，没看见李儒。按说，董卓就得琢磨琢磨人呢。你要说做饭的孙师傅、看病的贾大夫没来就没来吧，怎么李儒没来呢？没问。当天晚上跟家里睡觉，也没想起来这茬儿。那么为什么说李儒没露面呢？李儒知道露不露面没有意义了。他在家里边，他给董卓下了4个字的评语：慷慨赴死。你就是送死来地。你之前要听我的，好多事情不会这样。但现在来不及了，啊，10个假大夫也救不了你了，真大夫也救不了你，死就死了吧。所以说，李儒没露面，他这还挺开心的了。除了头天晚上睡得不踏实，自个儿还劝自个儿呢，太激动了，太兴奋了啊！明天跟文武群臣我怎么说话，我表情会是怎么样子，我的精神状态啊，我要怎样怎样，挺开心啊！头天晚上自个儿还溜活呢，啊，还得倒磨呀，身份不一样了，这词儿得背背哈，有没有贯口啊？啊，这都想得很好。就算没怎么睡觉，早晨起来洗脸漱口，收拾得了，大伙儿来接他来了，主要是李肃接他，因为李肃这次充当这工作是快递，得把他送到了。李肃上梅屋把他诓来的，任务就是把他得领到寿膳台那儿。你不是当皇上吗？好，我得把你送到位置。李肃来了，这儿啊挂着宝剑，文官挂哪门子宝剑呢？挂着宝剑啊，这些个对董卓来说已经不重要了，不往心里去，光想我自个儿那表情状态，我发言我怎么说话啊，挺好。出了门来，上了他那居辇，4个轱辘那辆倒霉车，好几百人呐，那些个带甲的武士，啊，两旁边护送他，有打相府出来，要去皇宫。这一出来呀，走到马路上，他是无意中这么一看，道边上有一老道，这道士手里拿一竹竿，竹竿上啊绷着一块白布，这块白布得有1丈，上面写着俩字儿，哪俩字儿呢？口，俩口，但是一上一下，举着，就这么溜达着。董卓就愣了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口，
李先生，李素在这儿呢，主公，这是何意呀？他现在拿他当最好的好人，什么事都爱问他。此为何意呀？恭喜主公！好，众卿平身。学好不容易，学坏一出溜啊！这一道上就拿这2句话糊弄他了。啊，这个喜从何来呀？啊，也没什么事儿，是吧？此乃心样之人。心是心口的心，样是有病的那个样。啊，心样，这人心里有病。啊，那什么意思呢？这车辇就往前走，董卓呢也没再往心里去。《三国演义》的原文上也没再说这个人是干嘛。其实呢，大伙儿都知道，上边一口，下边一个口，这字念吕啊。也许就是一种暗示，这人是哪儿来的也没提，原文上没说，咱也别给人瞎解释，咱们只能说可能是上天安排下来的。提醒他是吧？赶紧跑吧，或者是朝廷要求口腔卫生的啊，别瞎猜了，不重要啊，不重要。反正就是种种奇怪的事情，但是董卓没往心里去，这个车辇就一直往前走，眼前就来在了皇城。他得走哪儿呢？记住了，走北邺门。车到这儿了，里边出来太监了，传万岁的口旨，请董太师带20人入内。20人，什么意思？你不带了好几百人吗？拿着刀、拿着枪的，各式各样的，不能进。董卓倒是犹豫了一下，没太往心里去。因为往常啊，他进宫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啊，也不让带这么些人。你抄起来500-600人一气儿进宫也不像话，所以他有时自己就是带200人，有时带100人、150，这都没准儿。但像今天说的这么准确，说你就带20人来是头一回。可到这会儿呢，他没往心里去，他这车还往前走呢。从来没有说他这车辇到这儿停下来等着放行了吗？没有过，永远是给他推车的也是到这儿他直接就进。所以呢，他这一错神的功夫，车就进去了。有里边大内的兵丁出来这一拦着，他这几百人呢就留在外头了。20来人跟着他一直就进去。进了北邺门之后，一直走，然后往左拐，离着很远就看见前面了。前面是哪儿啊？这叫未央殿。说未央殿可能各位不熟，有个未央宫，你们知道吧？哎，想当初斩韩信就在未央宫，就是这个地方。现如今这儿未央殿，一瞧这未央殿门口这台阶上人都站满了。文武群臣，大官小官，好家伙，都搁那儿站着。董卓还挺开心，哈哈哈哈哈！文武群臣这是接我来了。往常没有这样，往常上殿在里边待着，今天出来在外边等着啊，身份啊，我是皇上啊，我很开心，我这是要黄了，高兴。这会儿就得贾大夫给他来一针啊。说着话，这车辇就往前来，越走越近。离着近了呢，也就能看清楚殿前面台阶上站的这些人。正当中，王允站在 C 位，正当中站着是王允、王司徒，两旁边大官小官都排好了。董卓挺开心啊，而且呢，坐在这儿腰杆挺得很直，那意思一到跟前儿，
车停下来，你们得下来接我，啊！就这车撵要停没停呢。王司徒说话了：“奉王旨意，征讨逆贼。”这8个字儿，董卓就一激灵。奉王旨意，奉皇上的旨意，肯定不是我呀！我工作还没有交接呢，我还没有传旨意呢。啊，征讨逆贼，谁是逆贼呀？看看这状态，他们不像啊。那这活就是我的了。就这么样，一愣的功夫，王允就喊上了：“黄婉何在？”黄婉旁边有一个司隶校尉，这黄婉，才速去讨此逆贼，就是别等着了，开工了。话音刚落呀，就这黄婉又打台阶上面下来了，手里拿着一杆枪。他这一下来，他身背后这一气儿呼啦超过来好几十个校尉兵丁跟着过来了。黄婉在头一个走到跟前儿，董卓还纳闷呢，哎，就没错过神儿来。黄婉连话都没有，一抖掌中这枪就这么一拧，哎，啪，枪就下来了。到这会儿功夫，董卓心说不好，仗着身体灵活呀，这就往外窜，要下这车。这枪来了，扎在这儿，啪一下子，这一下正顶在这刘仁杰上。什么叫刘仁杰呀？咱们拿枪来说啊，上面是这枪尖儿，底下枪缨子，在这儿有一个疙瘩，枪尖儿底有圆疙瘩，这疙瘩叫刘仁杰。为什么呢？这枪往里一扎，要没这疙瘩，这枪就过去了。万一枪劲儿大点，咵过去了，你再往回再拉，有个合适不合适，拽得回来拽不回来的，对不对？按枪尖来说，扎进去扎到这疙瘩，比如扎到心脏上，也就死了，没有必要整个枪连杆儿一块儿过去。列位您可记住了啊！所以这个疙瘩叫留人结，啊，留就把人留住了，结是那个团结的结，就是疙瘩的意思，这叫留人结，啊。噗一下子就扎在这儿，扎这儿死不了，但是真疼啊！这快赶上贾大夫那针了。噗，扎在这儿，这疙瘩堵在这儿啊！这赶紧一使劲，呲，往后拽这枪。董卓一伸手，打腰里边抻出一宝贝来，什么东西呢？这叫自卫锤。这可能是以前您听说书没人跟您说过的啊。这个大臣啊，他腰里边会带着一个防身的武器，没有说刀榔子，那个不像话。1尺长的一个把儿，头里一个铁疙瘩，一个小锤儿，啊，这叫自卫锤，老在这儿别着，就是有点什么事儿，咵抻出来，无论跟谁，啪往脑袋上一砸，它能防身。有人说了，我没听说过，您再看看三国，有人天天带这个，那人叫曹操，曹操身上老有这个，啊，后文书说到弄就抻出来敲死几个，曹操曹孟德，所以董卓呢也有这么一玩意儿，因为这会儿没有别的了，手里边有点抓挠就是好的呀，就把这小锤儿抻出来了，一翻身站在地上，这儿一大窟窿，血就下来了，疼是真疼，但是比起来逃命，这个就不叫事儿了。而且扎在这儿，它不是扎在内脏上啊！哎呀，我儿奉先何在？我儿子吕布在哪儿呢？喊这个话音刚落，就在这个官员的后头，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嗨！老贼，你哪里头？”完了，称呼变了。
对吧？往常喊老爹，现在喊老贼。虽说差一个字儿，差一个字儿也不行啊。董卓一瞧，这个坏了啊！说话的功夫，吕布就到了跟前了，手里边拧着自个儿这方天画戟啊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到跟前儿，这儿举起来，往前一送。董卓诧异了一下，他还没明白怎么会这样，这脑子没转过来，就这方天画戟这尖儿到这儿了，噗一下子攮进去，紧跟着一挑，啪一踢，300来斤，咣当扔在地上了。要死还没死呢，李肃过来了，人家腰里挎着宝剑呢，苍啷啷抻出来，就这一下，这董卓这人头就切下来了。李肃心里话，今天方解我心头之恨。为什么恨呢？当初我去把吕布说过来投降，你都没有对我有什么奖励，所以我今天要砍掉你的人头。没有这出，没有人会知道李肃这么恨他。董卓到死都不知道李肃恨他，他可不知道这个仇人都是他自己慢慢培养出来的。所以说，人做事好多时候要有前后的眼，你要想的周到一些。咔嚓一下子，人头落地，嚯！台阶下，这边两侧，哎呦，欢声雷动啊！太开心了，怎么呢？这事儿成功了啊！但是你就看出来王司徒这个人的睿智了，马上就说：“万岁有旨意传下来，单问董卓一人之罪，随行的人员无罪。”哎呦，这一传开了，宫门以外好几百人呼啦超全跪下了，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高兴那是没事的呀。你要别人的话，跟着来的谁也活不了，都得抓起来。这样也对，因为什么呢？法不责众啊！你怎么管得了那么些人？不要添这些个没有必要的麻烦。这儿说完了之后，就有人把董卓的死尸就抬出去了。整个长安城，老百姓高兴坏了。听说了吗？董卓死了，好，该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批老百姓是从洛阳来的。想当初，董卓要迁都，由打洛阳迁到长安，走的时候把皇陵都刨了，把所有有钱的人全杀了，金银财宝是他的，剩下的老百姓带着大伙一块儿，由打洛阳走到长安，一路之上死了2/3的老百姓。活着这些个到了这儿，没有地儿吃，没有地儿住，再想家里人让他们都给祸害死了，能不恨吗？天天的恨董卓。所以今天一听说董卓死了，哎呀，太高兴了啊！都上街上来看这死尸，有踢的，有骂的，有拿砖头跟这歇的，各式各样的，大伙儿要多解恨有多解恨。到了晚上，看守死尸的兵丁啊，说咱们做一个小游戏吧。什么小游戏？这大胖子300来斤，都是油啊，咱们给他点了吧。就在董卓这肚脐眼这儿，肚子大肥啊，都是油啊，肚脐眼这儿拿这个棉花呀搓好了之后攮进去啊，点着了。你还别说，他那个油是真金烧，这叫人油蜡。过去有这个，整个死尸就跟这儿点这灯，老百姓都上这儿来。这也是他作恶多端的下场。他害死人太多了，这么死都是便宜了他。这点事儿是忙完了，朝廷里边还有正事儿，这都上了金殿了，谁开心呢？皇上开心，汉献帝开心。哦呀，
朝堂上终于有我说话的机会了。这么长时间以来啊，我就是这是别挨骂了。你们不能这样啊！让你们说的皇上跟捧哏的似的啊！反正之前没有话语权呗，都是董卓一个人说了算。现在行了，皇上坐在那儿啊，很开心。哎呀，此皆是众卿之功也。为什么呢？这都是你们大家受累了啊，你们很辛苦，这是实话。因为这件事情里边，皇上没干什么。你想，连圣旨都是大伙编的，也没法跟他再商量。商量完之后，万一走漏消息呢，就连累皇上了。所以假传圣旨到梅屋，骗董卓回来，这些事儿都是后来才通知他的。皇上反正无所谓，怎么都行啊，怎么都行。反正我听你们大伙儿的啊，听你们大伙儿的。现如今这回行了，文武群臣真拿自个儿当皇上啊，坐在这儿，小皇上很激动啊，很开心，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啊。那么接下来得干点正事儿啊。什么正事儿呢？论功行赏。谁的功劳大呢？王允。王司徒的功劳最大，但是王允说了，微臣匡扶社稷，这是我应该责分的，不能再赏我了。要赏，先赏吕奉先。他这一枪，这一戟啊，把董卓扎死的，先讲他。另外呢，因为王允知道他好这个，爱功名，爱富贵，爱金银财宝，爱宝马，爱美人，啊，先赏他。皇上也挺够意思啊，好，啊，赏吕布吧，赏一朵小红花，给个奖状，给个锦旗啊，行了，这是很大的荣誉。赏完了，吕布都傻了，哟，怎么就给我这个玩意儿啊？这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！这个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不是毛病出在王司徒身上？哦，明白了，司徒大人，奉先，哎呀，这件事情多亏了您老人家运筹帷幄，我见您办事果敢，而且来说很多东西是我们想不到的，太周到了。像您这样的人，堪称是我的长辈。我想拜在您的膝，别，吓王允一跳。大哥，咱别闹啊！怎么着？他要拜干爹，心说这个主离开干爹活不了啊，这都杀俩了，到我这儿就碰了啊！再来一个开杠了啊！别，啊，这个，陛下，快加封，那意思赶紧，你不封我要倒霉啊！啊，那好吧，啊，皇上封啊，封吕布。第一，封你个奋威将军。什么叫奋威将军呢？简单说，这个奋威将军，咱不细致研究他多大官，就告诉您，翻译过来就是天下第二，这就可以了。啊，说你是天下第二大将军啊，这是一个。再封你温侯。咱都说吕布，吕文侯，记住了啊！从今天起才叫吕文侯，之前不叫文侯，是今儿个吕文侯。第三，赐给你甲节。甲节啊，一个竹竿，上面挂着3串牦牛的尾巴，这叫甲节。有人说这有什么用？好，这用处大了。怎么呢？走一对脸儿，如果对方这个官职不到2品啊，你可以随便把他处死。就这么厉害。好，这下行了，吕布厉害了啊！这手方天画戟，这手假节啊，别的甭说，最起码他信号足了他。李傕郭汜，张继樊稠。
这4个人是谁？是董卓的4大金刚死人堆里闯出来的啊！让我们走门啊？没有啊！打长安。难，道德悬，不对知音不可谈。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枉费舌尖。是不是好好玩？你们还等着接着下句了哈？哎，怪对不起你们的哈。今天用了一回东北说书的技巧，就这块木头摔到画里头，摔到画外头，啊，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枉费啊。先摔这下，再说舌尖，这就是山海关以里、天津、北京说书的，摔在外边枉费舌尖啊。东北说书的啊。他们搁在外头，这就是不一样的风俗和习惯啊！我那个评书师傅金文生先生，他老人家摔醒木是摔完之后啊，啪摔完了，他还得拧一个往前推一下，啊，咱也不知道老爷子这是怎么设计的，反正各式各样啊，各式各样。但是我们这玩意儿有规矩，啊，就是不许超过5寸，啊，差不多都在这儿。哎，什么时候您看这说书的哈？原来是脱坯的，现在说脱坯的没人懂啊。坯呀，就是拿泥做的砖，啊，大块的砖，它得摔呀啊！一看这先生原来是脱坯的，这轻易的就不能再瞎动，啊，要是一头一尾能使，当件形容敲门呐、说话声音什么，拿嘴学，拍桌子可以，这个不能再动。那会儿包括说相声，台上有这个啊，一上台，张文顺就爱拍一下这个。他讲话这是胆，有这个在这儿说相声心里就有胆了，挺好啊。但是现在你说，现在小孩们说相声也不讲究这个了，好多规矩，好多道理，你跟他说他不爱听，你怎么弄？哪儿说理去？现在这行其实是既好干又不好干，你都算上，你包括唱戏也是如此，既好干又不好干。好干就是您唱一出戏，你网上有了视频了，天南海北哪儿都能看见你。要不然您说这主人家住了云南，住了内蒙，住大草原，住哪儿？他怎么知道郭德纲今儿唱戏了呢？对不对？你过去来说，他得到北京赶上了，买张票坐在那儿看，看完之后出门才能骂街，什么玩意儿啊？现在人坐家里就能骂街了啊，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个可以理解啊，这就是高科技啊，高科技。要不说人得相信这玩意儿呢，你网络你也没看见，你不能说它没有。声音你也没见过，你也不能说它没有，啊 ，WiFi 你也没见过，你也不能说它没有。所以说，科学这个东西很奇妙啊！我有时候爱研究这个，但研究完也不管用啊，还得好好给人说书去啊！好奇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好好说相声，好好说书，好好唱戏就得了。当然，好好唱戏这很难啊，因为我这个水平也就这样了，而且我这个体质也是容易让人恨。哪儿说理去？人家老跟网上指责我不好唱，唱戏不好唱，为什么呢？你看，包括现在，其实我后来分析过，分析过唱戏这个事儿，好多时候是由于剧目也少，啊，观众可见的东西不多，他就觉得这有问题，因为人他有先入为主嘛。你看，比如说啊，咱某位观众啊，你看有一胖大哥，不管哪位吧啊，300来斤大胖子啊，董大哥啊，不是那董大哥，那董大哥没了啊，他总看戏，他老坐电视那看戏，他真爱，但他看过这些戏，他觉得戏就是这样，你再跟他演的不一样，你这就很难。他认为你这跟我看的不一样，人都会如此，不是他不对啊，刻板偏见，先入为主。啊，你比如说，咱举个最简单例子吧，《空城计》，施空斩诸葛亮，诸葛亮一上场穿那个八卦衣，带一八卦巾儿，大伙儿都觉得这就是诸葛亮。你要按老的规矩呢，诸葛亮一上场应该穿的是白蟒，带项纱，项纱就是丞相的帽子，白色的，两边有翅儿，啊，穿着蟒袍，戴着玉带，这个才是标准的扮相。
他是蜀汉丞相，他不是个老道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出来之后调兵派将，是代表着皇家呀，代表着蜀国呀，他才能那样的。但是后来到空城计的时候呢，特意把这身换了，再穿上那身老道的衣服，在城楼上啊，我弹弹琴呐，喝喝茶呀，定计，司马懿才害怕。但是你说现在哪位唱《时空斩》的，你敢出场穿白蟒吗？戴项纱，那大伙儿就骂话了你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没见过。你说讲理不讲理？对吧？你包括这个舞台上佘太君，佘太君呢，老太太呀，按规矩这个佘太君得穿靴子，就是你看跟包公穿那个靴子嘛，他也得穿这个靴子，那才对。但现在基本上都不穿靴子，都穿那个夫子履啊什么的呀，穿个老太太的鞋，大伙儿看惯了，哎，这挺好。你真来一佘太君穿靴子上，你对也不对，因为我没看过。你看这玩意儿不讲理，因为跟你看的那段视频不一样，你就觉得这有问题。辕门斩子，这个杨六郎按规矩得换好几回衣服。啊，见着八王，咱俩聊这事儿的时候要戴驸马套子。驸马套子看陈世美了吗？戴驸马套子，穿红蟒，完全这扮相跟陈世美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俩人之间是大舅子的关系。八王他妹妹许配给杨六郎了吗？所以咱俩聊天身份变了，我是你妹夫，咱俩你看我这扮相是这样的。见老太太呢戴帅盔穿蟒，我是办正事儿，娘啊您别跟我搅和。他换好几回衣服，每一场一换不一样。为什么后来不换呢？咱们有一个京剧名家老前辈，清朝那会儿的刘洪生刘先生，唱这出戏唱的最好，腿脚不利索，后台来回换衣裳麻烦，他就不换了，就这一身到底了。所以现在谁要是换谁不对。你说你这玩意儿不讲理了吗？你包括唱包公，现在一说包公，你看比如咱们大师裘盛戎先生，大黑脸月牙啊白眉子，就这状态。电影也是，你看舞台上的录像都是。但你要说到民国那会儿，那不一样，老包那个形式多种多样。你到了南方都是老生唱包公，啊，小月牙搓红嘴巴，带改良的五柳，风格不一样。那会儿观众他天天看，他就知道，他也能接受。你这些没见过，他就觉得难受。我们有一哥们儿他爸爸北京老戏迷，那年头头一回看这京剧音配像，周信芳先生的包公，小王贵清先生给配的像，就完全按照海派这包公来的。我们这哥们儿他爸爸看完这个气坏了，真气坏了，骂着街跟我说这事儿。其实没有别的，就是跟他印象中的包公不一样，他觉得只有那个是包公，你这个不是，你这就要命了，对吧？你这样的话，这个道是越走越窄。所以希望我们的艺术还是应该百花齐放。你老那样的，罐里养王八，越养越抽抽了，就没有意义了啊！包括说书也是如此。我们小时候说书，那个老先生多了去了，老头老太太们，你跟他聊天，你听他说话就长知识。现在你怎么弄？现在我这样的都快算老先生，还讲理不讲理了？是不是？我也只能跟你们各位跟这儿聊会儿闲天啊。好在你们跟我不上吝，我说什么你们都迷信，这也不是事儿啊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。不能聊了，这期快到点儿了。老这么聊那个，对不起人家给那个钱啊。我是很在乎人家平台的态度的啊。他们也提意见啊。那好，你们更重要。上回书咱说到哪儿了？开心不开心？开心！你们快拉倒吧。接演三国啊，这个董卓呀，算是死了，大封群臣呐。现在封这个吕布，现在咱们得称呼人家是吕文侯啊。他这手拿着方天画戟，这手拿着假节，站在金殿上，身份是挺够哈，但这姿势有点滑稽啊。挺高兴啊，挨个封呗，
封了这个，封了那个，都封完了之后，涉及到一个巨大的问题，就是董卓这些个兵怎么办？20万西凉的大兵，这怎么办？皇上是没有主意啊！听王大爷的，王允，这孩子就这样好，有一上岁数就听人家的。之前是董大爷说了算，现在是王大爷。王大爷您看呢？王司徒想了又想，我很希望他能多想一会儿，但是他没有想的很多啊，咬着牙说：“就地遣散。”就这4个字儿，断送了大汉江山。所以说，好多事儿呢都发生过之后，您要回头看，你才能知道这个事情失败在什么地方。就这4个字儿，就地遣散，就是国家不养着你们了，不管你如何啊，现在你们可以了，各位你们 over 了啊。这些人首先说他是有能力的，打西凉带来的，现在说就是甘肃那边，那都是经过训练的，跟特种兵似的，20万人跟着董卓进京，到了洛阳，死人堆里闯出来的，这一趟得打多少仗？包括到最后火烧洛阳城也是他们。董卓呢很爱惜自己这些兵，没有什么军纪，就是你们开心就好。所以这20万人烧杀抢掠无所不为，手里边人命那有的是。走之前你想啊，董卓把皇陵刨了，他们把老百姓坟都刨了，没有人性。王允想的是这帮人品行不端，留他们是个问题，国家还得花钱养着，不能要。但是你没想到后患无穷啊！这些位一路打甘肃到洛阳，打洛阳到长安，先学了一段时间河南话，讲的挺好，这又学陕西话，已经掌握了2种方言了。啊，见了多少美丽的大姐姐，刨了多少坟，得了多少金银财宝了。现在你告诉他们脱下军装，放下武器，掏出金银回家种地，他能愿意吗？仨俩的不要紧的，3个人5个人不同意，不同意你杀了就完了呗。20万人呐，那可了不得了。但是这会儿朝里边，王允说了算，皇上也听。皇上哪有什么主意啊？皇上现在就是我这1日3餐能保证就行了，啊，到时候有人给我洗衣裳，晚上睡觉有人给我掖被子，我就可以了。至于其他的，你们开心就好。所以这20万兵就地遣散，埋下了无穷的后患。这儿刚处理完，有人来给王允呐送信，说您看看这个吧。王司徒接在手里看了看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看完乐了。谁写来的信呢？4个人联名写来的信。李傕、郭汜、张继、樊稠。这4个人是谁？是董卓的4大金刚。之前指挥西凉20万大兵，他们4个人跟着一块儿。进京是他们一块儿，洛阳也是他们，到长安也是他们。这4个人就是除了吕布之外，那就是董卓的心腹人。这4位，4个人联名写了一封信，什么信呢？求饶信。董太师死了，我们4个人现在
一心向善。以前不管是我们错了也罢，如何，我们改了，求朝廷给我们一条活路，求王司徒饶过我们，就这么简单。这看完了给皇上，皇上看完了又给王司徒，您看着办。他有什么主意啊？王司徒看看，呵呵，天下皆可赦，此4人不赦。就是天下谁犯了错误都行，你们4个人不行，求饶也不行，怎么也不行，这就是个问题。这就只能说明王允在政治上还是有些薄弱，考虑的不周到。他是觉得这4个人原来带着这些个啊，净干坏事了，我就不能饶他们。那你得有办法啊！你就告诉他们不行，啊，你们这必须得去死，这哪行啊？这个玩意儿，万事留一线，江湖好相见呐。你把道堵死了，而且你这个你不给人留活路不行啊，步步相逼。你这，比如说我这儿吧，我这儿吃饭了啊，您吃好的，我们凑合喝口粥，啊，你非得过来我这粥锅里夸抓把沙子，对不对？你也端不走，我这喝不了，能不恨你吗？我这到了重新弄，又熬一锅粥，你过来咣一脚把锅给我踹碎了，那就别熬粥了，我买着吃吧。你追过来把我钱抢过来全撕了，那我要饭去吧，然后你出来，谁敢给我饭就打谁。你要这么逼我，那我就得弄死你。你不给我活路走，你也别有活路了。所以今天王司徒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这4个人绝不可赦啊！不光不可赦，逮着之后还得杀。人这哥4个都准备好了，我们洗白白擦香香，一叫我们去，我们进门就磕头。我有罪，我忏悔，我流泪啊，我改了啊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词儿都准备好了，来信儿了，别费那劲了，快起来吧啊，等着死吧。哎呀，不给道走啊！他这么纪律咱们这玩意儿怎么办呢？啊！这4位坐在这儿直嘬牙花子，你有主意吗？我有什么主意啊？你说咱怎么办？咱跑吧。咱跑咱能干什么？咱找地儿说相声，你别闹了，你看。闹。上哪儿说相声？你连大褂都没有啊！我有布鞋，布鞋管什么用是吧？就是我这说点形容词，啊，改善一下紧张的气氛。啊，4个人很气愤，商量来商量去，说得了，别费劲了，你别等他来人呐。对吧？人家说了不饶咱们，咱们就跑吧。归着，这些年连夺带抢的，咱们也不少钱了。收拾，咱们化妆吧。我装个老太太，你装个老大爷，咱们老2口子，好不好？咱跑。你们俩是一对儿，我们俩一对儿。4个人跟这儿瞎出主意，到最后就是没有办法了，咱们必须要跑，不跑活不了。就在这儿。来一人，刚才这哥4个开会，他一直跟这儿坐着，就乐得都不行了。看他4个人，一看这4人商量完了，真要跑了，这主站起来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列位，这么紧急的情况下还能笑得这么潇洒，这不是个一般的人啊！站起来了，诸位要是此时逃跑的话，则以亭长可负君儿。什么意思呢？你们4个人把军队扔下，打算跑，这会儿来一村长就给你们捆上。这是他的原话。这个人的出现改变了大汉江山的走向。你看三国啊，这么些个人物，你不管是刘关张，诸葛亮、
庞统，这么多了不起的人，你说曹操还是孙权？你从我们的角度看，各种各样的毛病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替他惋惜。你要不这样，你得多好！哎呦，糊涂啊！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就这些人，我们都能说出这种话来，哪怕诸葛亮，我也能说，哎呦，这招诸葛亮出的不好。但是唯独这位，从我的角度出发，我挑不出他毛病来。我把三国翻烂了，我挑不出他的毛病来。他是三国最聪明的人，反正我是这么认为。他也跟过好多人，你看现在他跟这哥四个四大金刚在一块儿，后来他也跟过张绣，他也保过曹操，他后来跟着曹操的儿子曹丕，没有一个人拿他当外人，跟谁都拿他当亲人，当心腹，当手足。而且整个三国，他出的主意没有不赢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全对。他给你出一主意，无论多大多小，你只要听他的，准赢。没有这么聪明。曹操多奸诈呀！曹操都夸他。曹操曾经说过一句话，说我有这么好的名誉，都是由于你在外边夸的我。那么大曹操信服他。整个三国战乱纷纷，没有谁说家里边没有出事的。父母老家啊，街坊邻居啊，亲戚孩子死了伤了，那很正常。你战争年代，唯独这个人，他家里边连亲戚在朋友一个受伤了都没有。人说死没有，而且他都是托付仇人替他照顾。我就算准了，你不敢把我怎么样，托付仇人对手照顾我一家老小，从头到尾没有毛病，不得了啊！包括到最后他死了之后，跟这个魏文帝配享。魏文帝是曹丕呀，曹丕当皇上了，曹丕死了之后，啊，得有这么一个庙啊，一个太庙啊，供着皇上。什么叫配享？这是皇上的牌位在这儿，你作为大臣，你死了，你那个牌位跟皇上挨着一块儿，这叫配享。那得是功高盖世啊，得是皇家多信任你啊，你才能做到这一点。你诸葛亮，你这么厉害，那么厉害，到最后人家蜀汉高层对他是有忌惮的，是觉得你有问题。这主没有，光辉的一生，聪明之极啊！先不说这人是谁了啊，那好吧，我人最大特点就是听人劝。这人姓贾，叫贾诩，有知道的，有不知道的啊。你看说谁，您各位哦是他，但是说出贾诩来，好多人就愣了一下。哎，说这人这么聪明，这么大能耐，怎么知名度不够呢？他就是因为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忠臣，他一直保着一个人下去，你们觉得哎，这人挺好，他就是逮谁跟谁，才让你们觉得人这样呢。但是在那个战乱的时代，凭什么保谁就准对呀？对不对？我们得跳出三国看三国呀，是不是啊？贾诩打刚才就看这哥四个，又要说相声吧，就要化妆老太太吧，啊，这完事儿人家说，哎，四位坐着歇会儿。这个不是我劝你们啊，你们要跑是吧？军队扔下你们就跑了，好啊！你们要一走，来一村长就给你们捆上，哎，一根绳子给你们四个捆好了，跟一辫子蒜似的。这就是我说的啊。贾诩哪有这个思维？就给你们交出去了，必死无疑呀！哎，哥四个啊，贾先生可不如贾大夫，知道吗？贾大夫会扎针，贾先生，
即将安出啊！即将安出，您别光数了我们呀，给我们4个骂得跟臭贼似的，你得出主意啊！怎么办呢？贾诩乐了，咱们都是凉州人，吕布、王允是并州人，明白了吗？哦，什么意思？哎，4个废物点下啊！贾先生说：“行了，甭费那劲了啊，这个活儿还得我干。”转天，贾诩就开始操作，首先散布谣言。这风一传就传出去了，说你们都听说了吗？王允啊，要把西凉人刀刀斩尽，个个杀绝。你要说别的哈，他们可能未必爱听。过马路走人行横道，不要随地吐痰。你说这么用，你说这种闲话，哪怕是瞎话，大伙儿爱听。多少人呢？有走了的，但剩下的就在长安城附近，连城里在城外还有10几万人。这个消息是大家最想得到的，就是接下来我们会怎么样？哦，王允要动手了，要对我们西凉人动手，怎么办？人都是自私的呀，现在考虑我得活下来。你看我这些年我刨坟掘墓抢老百姓，我存那么些钱了，我不能白扔了呀，对吧？大伙儿都着急。这个风传的差不多了，4大金刚来消息了，李傕国司说已经这样了，有人愿意跟着我反吗？就等你这句话呢，得有个领头的呀。你说队伍里边炒菜那王大爷说了，谁跟我反，没人搭理你，对吧？这4位说管用啊。第一，原来我们就是你的兵，只不过你上面有一董太师，董太师死了，那也是原来我们的带头人呐，跟着他这是没问题的呀。何况我们现在这个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，朝里边要杀我们，那别等你杀我，反了吧。就这一下10几万大兵就聚起来了。你看这玩意儿，这就是王司徒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啊。10几万人聚齐了，人家这4大金刚一研究这事儿，好，把这10几万人咱分成4路人马，咱一家带着点儿，兵分4路，打他长安城。那有什么不行的呀？对吧？我们打西凉过来，打洛阳也是我们呀，签的这儿也是我们呀，让我们走门也没有啊，对吧？打长安，4路人马兵发长安。要说起来，这4路人马里边呢，这李傕呀，运气差点，他在这个长安城以外啊，碰见吕布了。哟呵，老朋友啊！老李不敢打老吕，为什么呢？打不过，跑吧，带着自己的队伍，兵退50里。先退50里，这是怎么办？这个，但是人哥几个坐块一商量，没事儿，就派几个人去诱惑一下，给他引出来啊，远远的让他上那边去。那好的。这法儿特别灵，派一个小股的部队出去，跟吕布一碰面，哎呀，救命啊！人跑了，吕布这追，就这么听话。他走了呢，长安城就那样了呗。4路人马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好，来开始吧，攻打长安城。长安城4门紧闭。皇上还问了王大爷怎么办，王大爷说踏踏实实的，哎，别理他，关着门，只要不开门，他进不来。你我不会给他开门，你可忘了呀？
长安城里还有大批的西凉兵呢。你跟他是外人，人家跟城外边是亲人呐。哎呀，自己的人来了，开门吧。城门大开，4路人马哗啦一下子冲进了长安。4大金刚传下将令，咱们在洛阳怎么着，咱们在长安就怎么着。10万大军血洗长安。